藕泥芋泥是一道传统的潮州甜品，它的制作工序呢是非常讲究的，需要花很多心思、很多功夫、很多时间才能够把它做好。在潮汕地区呢，芋泥是宴席当中常见的一道甜品，而在本地。芋泥这道甜品，除了可以在潮州餐馆吃得到，在其他的餐厅或者是喜宴酒席，甚至是小贩中心的甜品摊位都可以找得到。但是我觉得这些芋泥的制作过程，相信已经是简化了不少。所以呢，今天我就请来了一位跟我一样是潮州人的厨师，我要跟他一起去发掘潮州传统芋泥的古早味。嗨，钟欣姐，你好。嗨，我是 Chef Jeremy， 我擅长用日本的食材和法式的烹饪手法来呈现我的料理。我喜欢煮能够温暖人心的食物。我做的菜肴通常来自我个人的经验，比如我旅游过的地方，或是我儿子喜欢吃的东西。我对古早味的记忆是来自我阿嬷以前煮的菜。我一到呢，你就准备好了。是的。今天我为你特别准备的就是芋泥配搭椰子布丁和慢煮金瓜。所以你这个芋泥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把芋头切成块后，拿牛奶镇住，然后放进烤箱里面烤了大概2个钟。煮熟过后软了，我们放在搅拌机把它打成泥状。然后这个布丁呢，就是用奶油还有椰奶掺了 gelatin， 然后把它放在冰箱，它就会变布丁。金瓜呢，就是加了糖，然后放在大概58度热水里面煮了大概12个钟头。所以这个是西式的比较芋泥，对，而且是冷的。我第一次冷盘吃这个冷的芋泥。哦，那饼刚好哎。对啊，就是带一点口感嘛，不然切不太软绵绵的。对，那这块也很甜，因为你的芋泥已经打成糊状了。对，基本上那个芋泥是喝的。那可以拿来洗，对吗？反正是在喝。谢杰，你是潮州人嘛？对。那又是师傅，那你本身会做传统的芋泥吗？说实在的，没有做过。我没做过。今天这倒是特别为你准备的，但是之前就是在外面吃就算了，没有做过。那你小的时候没有吃过芋泥吗？喜不喜欢吃芋泥呢？真的，小时候的时候我不太喜欢吃芋泥，因为小时候我不吃热的，也不喜欢吃软绵绵的。然后现在长大了过后，比较会欣赏热的甜品。所以如果要你做芋泥的话，你是完全没有经验的。对，完全没做过。OK， 不用担心，我会带你去找很有经验的潮州师傅，然后跟他学习怎么样做正宗的古早味芋泥。然后你试过之后呢，我相信以后你吃芋泥的时候你会有要求。那当然，我对你还原古早味的芋泥呢也是很有要求的哦，因为这是我们的最后一集，你是压轴，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把这个任务完成。我尽力吧。好。李老板，我又来了。你好，这次我带了另外一位 chef 来。你好。那李老板，这次我们来呢是要跟你讨教传统芋泥的制作方法，藕泥怎么做？芋泥第一，芋头要找得对，手感太重不行，太轻也不好，就是要粉粉比较松化的那种。那有说那个芋头要从哪里来才会说比较好？早期我们没有泰国芋头的时候，都用马来西亚，后面呢运输方便了，我们就开始要用泰国芋头比较多。好，那选好芋头之后，你会怎么处理呢？先去皮，切小块，然后把它蒸熟。早期是用手工压，现在用机器把它打成泥，然后要准备一锅的油，油以前都用猪油，现在用香兰叶，用大洋葱，把它变成香油，然后和适当的糖，一直搅，搅到没有水分，那甜的东西才能放久啊。以前的芋泥如果是做一下呢，放6个月不会坏。哦，因为它糖很多，糖分高，就是没有放防腐剂的，就是那个糖它就可以保存很久了。是的。但是它的糖跟芋头的比例是多少？我祖父的时代是5斤的芋头，3斤的糖。那现在我已经减到5公斤呢，1.5公斤的糖。是说你炒的时候，如果用猪油还有用香油，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猪油绝对比较香了。不过现在我觉得猪油不健康，和香油呢，很多人接受程度会比较多。哦，然后另外传统的芋泥应该是有金瓜，对不对？金瓜是什么处理呢？金瓜其实一样东西，最大的秘诀就是不能震水。为什么？因为有水分的时候呢，发霉得很快，所以我们就把金瓜的皮削掉，削掉要切大片，然后就100克金瓜兑80克的糖，我们就放在灶头那边。那糖因为有热度，所以开始溶解，金瓜也会吐水出来，就变成金瓜的糖浆，就是所谓的糖质。糖质对，没有错。那隔天呢，我们才把金瓜拿出来，再把糖浆煮热，这些金瓜再放到糖浆里面，小火慢慢蒸。那因为它是很甜，它会胶底，所以一般上我们泡一泡，把金瓜拿出来，4、5个小时之后再放回去，所以根本就不用拿去蒸的。不用蒸。这些都是以前工很便宜的时候在做的了，现在没有什么人要这样做。可是你这样来来回回要几次？3天。我们有3天，我们有3天来做这个金瓜。如果要1天做的话，就是用火调大小。第一，你晚上给这个金瓜汁流出来，和糖结合，这个是一定要1碗，对，1碗对。然后如果是要快速的话啦，就用 bake 80度，不过口感就不一样啊，对，跟你离锅那种不一样。哦，这个金瓜，这个金瓜难搞，很难搞哎。还好啊。还有更难搞的，除了就是金瓜之外，我们知道也有白果，然后白果的处理方式呢？白果工序也多，买新鲜的白果，你先煮熟来敲，敲了扒掉壳，它有一层膜，如果用手这样来剥太慢，也很困难。热水倒下去，它的沫就会出来。它的沫就出来。那我们还是要把果实开半，把中间那个苦苦的拿掉。我们就1公斤的白果，800克的糖，再加点香兰叶，拿去煮，那就可以准备用了。所以说了这么多，让我们尝一尝你们这里传统的藕泥。那就来，好，谢谢老板。潮汕人是甜，以甜食来说，根据潮汕习俗，在喜庆宴席上，一般要上头尾2道甜食，以寓意从头甜到尾。潮汕人通过享用甜食来寄予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在众多潮汕甜食中，最为经典的莫过于芋泥了。金瓜白果藕泥。哇！所以真正吃这个芋泥的方法应该是怎么样？我其实很喜欢把它搅烂掉。哦，不是分开吃的，是要全部把它搅在一起这样子吃。我曾经看一个长辈，他说要把它搅到碗连起来，可以把它搅拌均匀了才可以一起吃。哦，好厉害！哦，要这样子。芋头有淀粉嘛。所以这个口感很好，而且那个金瓜你咬下去之后还有质感的。对。它不是说咬下去就烂掉这样的。对。那老板，其实我还注意到这个芋泥旁边这道菜，这个应该是一道老菜品吧？肴肉、糯米、芋泥白果。哦，所以这个应该是快要失传了吧？工太多，没有什么人要做了。现在年轻人会喜欢吃，或没有人介绍也不懂。有。对，我就是第一次看到。我们这些年轻人要来try一下哈。来。哇，好香哎！是糯米香还是？咸甜的，对啊，里面有一个甜丝的。那吉饼，然后你咬到脆口的，是那些芹菜果。哦，所以这个是一道怎么样的菜？什么时候吃的呢？是节庆的呢，还是喜宴的时候？我感觉呢，这些东西呢是早期潮州地区啊，因为我们种很多甘蔗，然后家家户户都有甘蔗，把它做成糖的这个过程嘛。所以我家里有猪肉，我就腌猪肉啊。我家里有红枣，我就放点红枣啊。也有人放腌春蛋，我小时候就腌春蛋都吃甜的。所以这个很神奇，就是那个猪肉跟那个糯米啊、芋泥啊一起吃，我其实感觉不到那个肥哎，反而现在是满口的香气哦。没错，因为那个肥都不见了。对，我吃不到那个肥腻的感觉，所以真的是很谢谢老板。每次来到你这里跟你见面啊，除了有好料吃，还会长知识。谢谢老板。
这来了。哇，哦，原来芋泥也有冷的啊，对呀、所以现在是一冷一热。哇哦，这个芋泥只是芋泥冰淇淋呢，还是是芋泥刨冰。芋泥刨冰？对，我们是用真的芋泥来做成这个刨冰。这个给我的感觉就好像艾斯卡这样冰山啊，然后旁边有很多其他的配料。当然，这个是这个芋泥的特色，一定要放白果。这些是什么呢？这是 taro ball。芋圆。对口感很好。 ，QQ 的。然后这些呢？这是焦糖菊螺，哦，甜啊。说咬起来有口感。所以这个冷的芋泥要怎么吃呢？要拌在一起吃呢，还是？还没拌之前，你可以倒那个 coconut milk cap。啊，这个是椰浆。椰浆跟 cheese。椰浆跟 cheese，对，这不是很浓郁吗？你试试看嘛。很不一样的感觉。就是甜咸的搭配。然后又有质感，它不是好像喝牛奶这样，它是有一点厚度的。对，我很喜欢。你是怎么把这个芋泥做成这样子，一丝一丝的这个冰？我们就是跟供应商跟他们拿了那个芋泥，拿去蒸熟了，然后我们才来加工，就是加糖、椰浆等等之类的，把它制造成一个冰块。我们就用那个机器就抛那个冰，就是抛成一层一层的那个冰沙出来。这个芋泥的香很浓郁哎。对，我们没有添加任何的那种 artificial flavoring。现在我要试这个热的芋泥糊。芋泥糊。芋泥糊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吃芝麻糊啊。对，就是没有那么 heavy，没有那么浓稠。没有那么浓稠的。上面这个什么？上面其实是斑斓跟姜，还有红枣。哦，刚才我闻到的就是红枣的香气，然后我想这个味道很熟是什么？就是红枣的味道。这个我就说是 pandan ginger cloud， 就是云朵的意思，因为它吃起来就很 light。哦，就是这样轻轻的，感觉是很细很细的泡沫。对，这云朵我们是用了斑斓香叶、红枣，还有姜，然后我们煮成一个 syrup， 我们就放在一个 chiffon， 就是打奶油的那种机器，我们就打出来，它就变成一个很 light 的 cloud。可是上面还有一颗一颗的，这是什么？这个就是 coconut crumble， 传统的人吃他们都会倒椰浆嘛，白色的椰浆。对，可是我改良了，我们就放椰子味道的饼干。这个芋泥糊很滑，吃的时候芋泥的香之外，它又有点像姜茶，懂吗？对，尤其是下雨天的时候吃这道甜品的话，会很温软的那种家里的感觉。是，这个真的我很喜欢。这里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做出这两道一冷一热的芋泥呢？我要创新，加入新的烹饪技术在里面，好像我就用了分子料理的技术来放进去这道甜品里面。当中我也要保留那个传统的味道，就是古早味。其实这两道一冷一热的芋泥，除了创新，我觉得它的味道也做到了，而且它的卖相呢是很诱人的。我相信可以吸引到很多的年轻人在这边吃甜品的同时呢，又可以让他们认识到传统甜品。继续加油！谢谢你，谢谢。沙贾明，我们现在要去的这家餐馆呢，已经有90年的历史了哦，而且老板也传承了父亲对做潮州菜的坚持。他们除了在菜单上保留了大部分的古老菜式之外呢，他们的老师傅们呢，也一直沿用着最传统的烹调方法。那我应该可以看到师傅怎么样做古早味的芋泥吧？那当然啦，跟着我准备做。好的。走。徐老板，我们来了。你好。哇，你在炒芋泥，好香哦！这个芋泥已经是蒸好才来炒的吗？还是？对呀，蒸到熟差不多是15分钟，它芋头熟了，熟了我们就马上趁热在桌子上挂。你们现在也是这样子挂？对，也是这样按照传统的做法，它味道比较香，会保持那个芋头的味道啊。挂了再下锅来炒，下锅之前先撒一些葱油啊、猪油啊，再芋泥啊放下去，慢慢去炒它。那早期以前的人也是用猪油跟香油去炒的吗？早期的猪油而已，后来就是因为现在猪油没有这么好，所以加一点葱下去，会有带香味。哦。因为现在的猪都是很多都是冰冻的猪，啊，所以那个猪油没有这么香。啊。
哦，发现老板你是用炭炒的，对，炭炒的东西会比较香哦，因为炭火的火是温火，热度会饱和啊。你用煤气的话，就要控制那个煤气。那老板，你炒的时候大概要炒多久？而且要炒到怎么样的程度才算是 OK？通常炒一个芋泥差不多有2个小时，因为我们就慢火，慢慢去推，慢慢去炒，给它会滑。炒到什么程度啊？就看到那个猪油、葱油跟芋泥融洽在一起，也闻到那个香味就可以了。那你炒了过后，你会加糖还是什么？有糖就慢慢一点一点加，你一次加下去，可能会有一些沾上很多糖，有一些是吃不到糖，所以你必须就慢慢给它撒，慢慢均匀啊。不过现在因为很多人注重健康，糖分已经很少了。是它比例是大概多少？早期是1对1，1斤芋头1斤糖，现在1斤芋头差不多只放1、2糖而已，因为现在芋头本身已经有甜味了。如果我们加上金瓜也甜，白果也甜，就很甜啊。所以现在糖放的很少。明白。哇，都是芋头做的哎，都是甜品哎。对，老板请坐，老板请坐。潮州甜品是，所以这个是白果金瓜芋泥，再加上马蹄丝。哦，那这个也是芋泥吗？这个是另外一种传统的甜品，就是蜜柑芋泥马蹄丝。哦，这个是反沙芋。这个我很喜欢吃，最好的留在最后。OK， 好，我们可不可以边吃边聊？可以，来，没问题。来，你先品尝这个白果金瓜芋泥。是，来。所以老板那个闪闪发亮的那一层是什么？马蹄水，只是勾点芡给它芋泥比较滑，比较香。那老板，请问那个白果呢是怎么去处理的？白果也是相当公道，还没有做之前，必须放在水里面，把那些浮上的就已经烂了或是不好的白果拿掉，之后敲开壳，再烫一下水，把外皮剥掉，再把芯去掉，再用白糖腌个夜，第2天再拿整窝拿下去煮，这样就可以了。而且你很多工嘞，你的白果不是切一半去芯的嘞，你是一整颗在，然后你去那个芯，很多去工啊。一整粒才吃到口感，你切边容易去芯，可是口感没有这么好，已经不香了。所以一粒粒哦，这个芯啊怎么样？你用什么东西拿出来？用一支牙签用它的后面这样推上去，上面拔出来。这是功夫。真是功夫。还有那个金瓜，金瓜已经融化在那个芋泥里面了。你刚刚这样搅拌。金瓜也是必须经过腌制1夜之后，第2天才拿去蒸，才可以拼合在一起。金瓜你咬的时候很香，它有那个丝哦。那金瓜本身它里面有很多细丝，很多那个茎，口感很好，所以有到那个茎才会够香。所以这个就是属于古早味的，最传统的对。所以一定有马蹄的。那时候马蹄是给那些潮人叫阿呀，就是有钱人家，他们提升那个口感，加些马蹄下去，所以我们也可以收多一点点的钱。东西不一样，比较高级一点。那平凡人就是芋泥、金瓜还有白果，这3样而已。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没有加什么椰浆啊，什么不用的啊，不加的。真正潮州的芋泥从来不加椰浆。因为椰浆的味道很浓，椰浆下去把芋泥的味道给盖住，喧宾夺主。变成你是吃椰浆，不是吃芋泥。对。好，那这个呢？这个就很特别了。对。这个芋泥为什么不是放金瓜，然后放中间这里是蜜柑？这个芋泥我们是在春节期间，我们就会做这道芋泥，叫做大吉大利。这个柑的制作过程相当费时，差不多有1个星期的时间。我们买回来必须洗干净之后呢，放在桌子上给它自然吹干，再把外面的薄皮用刀慢慢的跟它卸掉，因为它柑皮外层有很多柑油，会辣又会苦。柑皮去掉之后呢，它就必须泡水，通常泡水就是要泡2、3天的水，之后必须用刀把中间的那球丝给拿掉，之后再用冰糖、麦芽糖、白糖跟蜜糖腌制个夜，到这些回来呢，再放在一个小炭炉，慢慢给它煮，小火煮上1个小时，冰糖融化了，再加上大火煮4个半小时，等到它的柑全部融进这些糖浆的里面，它的柑就不会泡面烂。之后马上拿起来，等到冷却之后才放在冰箱里面。要是再拿出来混合这个芋泥一起吃。这个柑也是通常就是那些有钱人、阿姨啊之类、员外之类，他们特别要的。其他一般上平民百姓我们是不提供这道东西。难怪我没有吃过。我也是。平民百姓我没有吃过，看都没看过，这个是第一次。所以这么多工的一道甜品，为什么你们还坚持要做呢？就是我秉承我老爸的意思，就是尽量把传统的菜肴提供给客人分享。哇，
感恩有这些老师傅这么坚持哦，把这么传统的古早味的做法传承下来，真的很感谢。来试试看这个，好这个必须要混合在一起，才吃到那个味道。哇，里面好像很多汁。对。所以如果不说的话，你就以为是金瓜，那其实它就是蜜柑。蜜柑芋泥。嗯，它的口感不会差给金瓜，可是它的那个香气比金瓜来的是整个嘴巴有那个柑的味道。是，这吃了就不腻。这不腻，干香。干香味啊！哇，这个真的是不同层次的芋泥，老板好介绍哎。但是这一道，这道就是叫做反沙芋。这张反沙芋，你看我们都是用芋头中间那2、3片，它的芋头心才可以用。所以芋头是轻轻炸一下，给它定型之后，就是1碗白糖1碗水炒成糖浆，再把芋头放下去，快火把糖浆的炒回白糖，就叫做反沙这个过程。这个白糖里面还有加上芝麻、芹菜跟青葱，提升那个糖的味道。哇，今天太有口福了，真的非常感谢许老板。不客气，不客气。但是现在他有难了，他真的知道这个甜饼不容易做。不会，有把握吗？尽力而为，甜饼都是要用心去做。所以希望我们这次的那个还原古早味的芋泥可以成功。有用心去做，一定会成功的啦。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非常感谢许老板的分享。然后我先吃了才去做工了。哎，慢慢吃，慢慢吃。才讲2句话就剩下2块而已啊，这么会吃啊！我呢是如假包换的典型潮州人，所以任何用芋头做的甜品我都很喜欢。听说这里有一款法国的蒙布朗糕点混搭潮州芋泥的甜品，马上就去试一试。Hello， 2位妹妹好 ，Joy 还有 Jermaine， 这给我的啊，我看起来像这么贪吃的人吗？我们有小的。OK， 啊，这个就是我的 size， 小小玲珑的，所以这个是叫什么 oblong tart。oblong tart， 哦，就是那个 oni 的哦。那 blanc 是因为我们被法国的 Mont Blanc dessert inspired。Mont Blanc 是用栗子做，可是我们是用芋泥做的。哦 ，good idea。哇，那可不可以切开来看一下里面？哦，哇，给大家看一下里面。哎，有一层是白色的，白色的是奶油。我马上试一下。很好吃，就是淡淡的那个芋泥浆，而且我有吃到那个椰奶的味道。因为我们的芋泥有 coconut milk 在里面，然后下面的是 desiccated coconut 加了奶油一起烘。哦，难怪，感觉下面有椰丝这样的感觉，对吧？啊，你们怎么会想到要开一个法式的糕饼店呢？对，因为我们去法国学糕点，然后我们在那边认识，因为我们是同学。我们在那边有一个梦想，要回到新加坡开店。所以你们怎么会有这个灵感呢？想到要做这个 oblong？因为我们在法国的时候有去到一个 Singapore Day 的 event，我们在那边认识了新加坡大使夫人，她就请我们到她家做一些新加坡口味的甜点给她的法国客人吃。因为我们2个都是潮州人，所以我们做了这个 oblong tart。所以这一道 oblong 就是在巴黎诞生的。是。所以你们有真正做过芋泥吗？我从小看到我的阿嬷做，所以你也有亲手做过？我有做，因为她每年新年的时候她会做。你跟阿嬷学做芋泥，那阿嬷有没有吃过你做的这个法式的芋泥糕点？我每天有剩下，我就带回家给她吃。我也是做新鲜的给她吃。很好哈，所以经常会做给阿嬷吃，阿嬷很喜欢呐。对。所以你觉得哦，跟阿嬷学做的这个传统的芋泥，跟你们现在做的这个法式的芋泥塔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就是没有用那个 shallot oil 跟 lard。啊，我们会先做那个塔，然后就会配那个 desiccated coconut 跟 cream，然后就烤到 fully baked。我们把蒸过的芋头放进 blender， 然后加水、糖跟 coconut milk 搅成一个 paste。然后我们就会把那个 paste 过筛 to get rid of 那个 lumps，and then 就放进冰橱给它冷一下，然后我们就把那个 cool down 的 yam paste 就 pack 在那个 top crust， 切一半的白果就放进里面，放那个奶油
最后一层就是那个芋泥，芋泥，我们就撒那个 icing， 就是给那个 blanc look， 然后再加上这个白果点缀。对，其实2位年轻人他们在做这个西式糕点的时候很难得，他们懂得融入这个华人传统甜品的一些元素。那希望以后呢，你们可以从更多的古早味的甜点里面找到更多的灵感，然后创造出更多的惊喜。谢谢你们，谢谢 ，Thank you。Kim 姐，我们之前看的都是潮州餐馆传统芋泥的做法，那我也想知道家庭式传统芋泥的做法是怎么样的，你会不会？可以教我吗？不会啦，我怎么教你？不过你放心，我带你去找一位烹饪导师，他跟我们一样是潮州人。最重要的是呢，他是跟阿嬷学做芋泥的。啊，那我们去学一下。走。Hello Judy， 我们来了。Hello， 欢迎。这位是 Chef Jeremy。Hello Jeremy。Welcome。哇，所以 Judy， 现在你为我们准备的这个就是属于传统的芋泥吗？算是传统的，这个是我跟我的阿嬷学的，但是我有做一点改变了。就是看到的颜色也是不一样，就是传统的会比较偏灰色。因为我本身是 pastry chef， 所以我就做一些改变。因为那个灰色对我来讲虽然是传统，但是我觉得给它有点金黄色比较 attractive 嘛。那么我就用那个糖放在那个热油，给它融化之后，慢慢的炒到它有点 caramelize， 是焦糖的这个感觉。对，但它有那个香味吗？因为传统是用那个猪油嘛，现在大家都讲究健康，所以我用那个黄豆油，放那个葱头跟斑斓叶进去，但这样很香嘛。而且加 caramelize 它就有点特别了。对，可以吃到，就是传统的就是比较有那个锅气，但是这个就可以吃到那个焦糖的那个香味。对，焦糖的香味。那你跟阿嬷学的这个芋泥是家庭式的煮法？对对。所以是怎么个煮法呢？我们先把那个芋头切片，然后去蒸。蒸好了之后就压成泥，压成泥之后，刚才我所讲，把那个油炒香那个葱头啦、斑斓叶，放那个糖，然后我们就把芋头泥放进去，给它炒均匀。但是很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做好了那个 caramel， 假如那个芋头你冷的时候加进去呢，它会凝结嘛，对，所以最好就是保持它还是热的，加进去炒均匀之后，我们就加椰奶。我知道一些传统没有加那个 coconut milk， 但是因为我的妈妈她是孤儿，然后在娘家的家长大，所以会被影响用一些 coconut 给它比较 rich 的 taste，然后就煮那个白果啊。假如是家庭做的，可以很简单的，就把它切成一半，把它的芯取出来，then 还有那个金瓜，我们把它切成丁，然后在水里煮到它熟。因为讲究健康，所以连那个糖也不需要放进去，因为金瓜本身是甜的啊，对，就这样来点缀了。这个是 represent 那个金啊，金啦，金有钱啦，对，财富啦，财富对。那Judy跟我们一样都是潮州人嘛，是，所以你是不是也一样很喜欢吃芋泥呢？我小时候没有说很喜欢吃这个甜品了，但是长大后就会比较 appreciate。我的 heritage 啊，我是潮州人嘛，而且我的阿姨在世的时候跟我很亲，她最爱吃的就是这个甜品了，所以当她在世的时候，常常叫我准备这个甜品给她吃。我记得第一次、第二次，她说不会巴适，因为不像我外婆做的。当时我婆婆还在嘛，我就问她请教她一下，她以前是怎么样做，然后她就有教我一些 tricks 啊，所以就终于成功了，终于成功了。那现在Judy是开一个烹饪学校嘛，所以你们的学校有没有教人家怎么做传统的芋泥呢？其实虽然我们是很多的课程是烘焙的，但是我觉得我们有这个责任啊，鼓励大家 appreciate 我们的传统的这些甜品。但是很可惜的，每次我们主持这个烹饪课啊，怎么样做一些西式的甜品，好像 macaron 啊、crème brûlée 啦。很多学生的，而且多数都是比较年轻的，但是我们教这个做芋泥啦、松桂啦、追桂这些是有 skills future 的 courses， 那个很可惜没有说很多人反应不热烈，但是我们还是坚持了，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学校有这个责任啊，是这个传统的手艺还是要传承下去的。对了，谢谢Judy的分享，谢谢。
年来呢，网购越来越普遍了。我有时候也会上网去订购一些食材啦、甜品啦。那刚才呢，我就在这个网站呢，被它的这个芋泥千层蛋糕吸引了。它是由一个居家烘焙师做的哦，我跟他订了一个，很快就有得吃了。钟婷姐，哇，这也太快了吧！谢谢谢谢，来，请坐。来看一下，哇，真漂亮耶！这个呢就是芋泥千层蛋糕哦，然后上面呢当然有芋泥不可以缺少的白果。其实呢，这个法式的千层蛋糕呢，它不是一个蛋糕体，它是由一层一层很薄的蛋饼皮呢堆叠起来组成的。那这个蛋饼皮是怎么做的呢？蛋饼皮的粉浆呢，基本材料有鸡蛋、牛奶、牛油。还有另外加了就是 sweet potato powder 紫薯粉，就是让它的颜色更漂亮。我还加入了芋头粉，就是提升它的芋头的香味。那每一层薄薄的蛋饼皮中间夹的是芋泥吗？中间 layering 的是特制的芋泥奶油，它融入了传统的芋泥，还有西式的 custard cream。芋泥的部分呢，首先我们把芋头蒸熟。然后加入糖、牛油和 shallot oil 就是葱油，然后放进搅拌机里打成泥，然后备用。在 custard 的部分呢，我就把椰奶、牛奶、鸡蛋，还有紫薯粉、芋头粉，还有蛋黄粉，就是 custard powder，放进锅里煮，煮了过后就放在一边冷却。冷却后就把准备好的芋泥跟 custard cream 混在一起。它的百分比是怎么样？芋泥跟这个 custard 是50-50吗？没有啊，芋泥是20%，然后 custard cream 是80%。可是这个是一个芋泥千层糕，为什么你不干脆全部放芋泥，或者是芋泥的成分多过 custard 呢？芋泥本身它比较粘性，也是比较 dense， 所以放在千层蛋糕吃了会比较腻。有道理。最后呢，我就加入了打发的鲜奶油，就是 whipped cream， 所以吃的口感会入口即化。我还加入了切小块的芋头，有看到吗？这一粒一粒的这个芋头是吗？芋头对，所以增加口感。对，就是可以吃到真的是芋头在里面。所以处理好的芋泥奶油呢，我就可以把它涂抹在每一个蛋皮中。然后一层一层这样叠上去啊。Lawrence，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怎么会想到做一个芋泥的千层蛋糕呢？因为法式的千层蛋糕也叫做 milk crepe，是法国的一道很有代表性的蛋糕。而我做西式甜点的专长，我想带给我的本地的顾客。所以呢，我就融入了本地的口味在我的蛋糕里面。很香，它的香是来自芋泥。确实，你的芋泥没有放太多，它就不会太厚、太黏。它现在是比较清滑。其实Lawrence，我看你的年纪好像很小哎，你今年几岁啊？27岁。但是我也听说你参加过比赛，还得奖。对，2019年我参加了这个 Singapore Pastry Cup，获为了亚军。恭喜恭喜，好厉害！对，然后在比赛中我也获得了最佳巧克力装饰，还有最佳甜品奖。所以我希望你继续为我们做更多更好的最佳甜点。对，谢谢你，谢谢。哇，太棒了！终于等到这个时刻了哈。我们今天呢是要还原古早味的潮州藕泥。是的，今天的材料其实很简单，只是烤时间跟烤功夫而已。然后文有泰国的芋头，然后金瓜、猪油、斑斓叶、白果跟糖，就这样。你全部在这边从头做起啊？对，从头做起。这样你要2-3天吧？不用啦，一下子就搞定了。有你在吗？我切你吧。我们先从芋头开始。OK， 好。我流汗了，听你居然从头开始做，我真的流汗了。好，之前老板们都说选芋头呢不可以太轻哦，要有一点重量，对不对？有这个。对，有啊。砸头应该是会头晕的。OK， 哇，正好哎，因为我从来没有处理过芋头，而且我妈说芋头会有一个黏黏的东西会痒的是吗？泰国的芋头不会有，但是淮山啊，还有日本的芋头都会有，动到皮肤会痒，但是有时候处理的时候就手擦一点油。有，我手常常有擦油。对。你是讲煮饭的油啊？煮饭的油啊。不是 hand cream 吗？不是润肤霜啊。OK。
所以你现在是要切一块一块。对，把它切成很像午餐肉的形状。哦，然后拿去蒸。拿去蒸。哇，你刀工了得，我有信心今天可以完成，不用2、3天。但是好不好吃是等一下你试了才好吃好吃，一定好吃。别的师傅我没有这样说的，就你我才这么说。好吃，那边鱼很好吃，太好了，这个鱼汤，好嫩哎，猪肉。好的。我们就切成像午餐肉的厚度。厚度啊！切了，我们就放在盘子，拿去蒸。要蒸多久？大概45分钟。OK good。这时候我们可以先处理金瓜。金瓜呢，我们就可以用糖制。啊，就是之前那个李老板有说过的嘛，就是要放糖，然后拿去腌了1天。对。所以你用的糖是多少呢？比例大概是1对1。最重要是放在碗的时候，糖要把全部的金瓜都埋在里面。因为糖会把水分都吸出来，对。可是人不可以这样哦，如果你发现你自己水肿的话哈，你不要用糖来腌制你自己啊。糖跟泥，那个水是不会逼出来的哈。好，去做运动哈 ，please 啊。好，这时候我们可以把金瓜埋在糖里面，对，沾到糖。我记得那个李老板也说哦，他们通常放在火炉旁边啊，给它一点温度，这样。也不用说太高，就是大概室外的温度就好。哦。如果说在家，你就可以试在放在冰箱的上面。OK， 所以你真的要我等1天是吗？我们就在这里等了。我没有办法等，懂吗？我不是跟你讲了吗？今天我们拍摄最后一天，你是最后一集，你是压轴，你不要这样压我。只是要看。真功夫对不对？你可以在家里做了才来的嘛，你干嘛要在这边做给我看？你讲我就懂了，我这么聪明伶俐，你需要做每一步给我看咩？姐，叫什么？1天后。我们可以放下面1天后。如此可教。哦，1天后就变成这样啊。然后所看到的这个水分呢，其实都是糖融化把它的金瓜的水分拉出来的。完全没有加到水。没有，完全没有。太神奇了，这个化学作用。对，这时候我们就学他所谓的李老板所谓的高烧。这个高烧其实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潮州的烹煮方法。对，但是因为它的糖的成分很高，所以你是要去搅拌，不然它在旁边就很容易焦。哦。那糖浆一开始开了过后，我们把斑斓叶放进去，放得比较香。然后我们再下那个金瓜。然后火就是要大小，然后就是拿出来让它降温了，然后再放进去，来来回回这样子。对，来来回回这样。所以你在家里应该有练习好几次了吧？应该会有练习过了，不然在这边会献丑。很好，有志者事竟成。怎么样？我都是潮州人啊，所以就当做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因为至少我会做一个潮州甜点。至少你知道这个传统的古早味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对。OK， 那这个金瓜已经差不多要好了，也不可以太软，对不对？也不会太软，那咬的时候要有口感。好，金瓜完成。Yes， 出道。现在呢是白果了，白果登场了。那白果我们先烫热水。好，先过一过的热水。对。给它比较软一点。烫好了之后。烫了过后就去壳。所以你的那个白果你是会一整粒一整粒的，还是你会切片？保留一整颗，就是等一下我拿牙签把它的芯取出来就行了。就行了，说的这么轻松，很多功的嘞。因为保留一整颗，口感会比较好，又比较传统。OK。等一下还要再烫过一遍，去皮哦，把它的沫都去掉。去了皮还没有完呢，还在去芯啊！你记得那个许老板说要怎么做吗？记得。好，来了，哦，看到吗？推出来了，很有满足感哦。很有满足感，吃的时候这么容易啊，做的时候这么多功。对，说现在我们可以去煮它了。然后这白果，我们用斑斓叶，还有一点水，然后加糖。糖的比例也是1对1吗？我会选择1对1，因为要它够甜，然后要有那个糖浆又够亮。这样是煮到它滚吗？还是？就是大滚了过后，我们把火开小，然后给它慢慢的焖。焖多久？半个小时就够了。哦，对。所以现在我们要处理芋头了，对不对？在处理芋头之前，我们先做好猪油。
你是选用猪油啊？对，完全没有用香油咯。没有。对，因为最古早是猪油，是对后来人家怕肥才加了香油，对不对，对？因为猪油比较香。我也是觉得对很香。然后就等它的油慢慢被逼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始压芋头了。好，所以现在因为我们要还原古早味哈，要有诚意，没有机器，没有用机器的 ，OK？ 是用最原始的方法，真功夫。对，就把它压，然后推。感觉要用很多力耶。哇，如果你现在穿没有袖的话，就可以看到你的肌肉了。好、哦，师傅一定要穿有袖的，对不对？对。哦，你看，你虽然这样子它变成泥，可是你也可以看到它里面是一颗一颗的。在咬的时候才有口感，因为又过年了。奇迹的出现，见证奇迹！哇哦！就是他先那个老板不是有给你看？对，那个整个碗啊，那个芋泥整个拉起来啊，很好，你做到了。OK， 现在我可以炒芋泥哦。好，就用的是这个刚刚猪油啊，好。对，那我们这边用最传统的方法，我们用炭。有诚意。因为师傅他们说啊，火炭的火比较温，它没有像煤气的这样猛啊。所以要炒到什么时候才加糖呢？给它炒开始比较滑的时候啊，才慢慢加糖。早期的糖的比例是1:1，但是我们不要做到那么甜，我们减半，就1斤兑500。哦 ，OK， 好。加了糖呢，就需要把它推开，不然的话很容易烧焦。然后如果你怕烧焦的话，你可以加多一点油。哦，太多工了这个。已经过了3天3夜了，那个 Chef Jeremy 还在炒，很辛苦，来帮他慢慢焊。我还要用77 49天。77 49天，来，等一下哈，今天做出来的芋泥哈，一定是非常美味。你不擦的话就是咸的。啊，太香了，应该可以了。那我们可以准备放在碗里面，对，然后加入那个金瓜跟白果，对。很漂亮哎，很期待，这样可以吃了吧？还没有，就是我再蒸多一次，因为这个白果金瓜都凉了嘛，所以我们蒸热它，然后热的时候，对。Yes， 这个呢就是 Chef Jeremy 还原的古早味潮州芋泥，到底味道如何呢？要吃过才知道。有默契。用炭炒就是不一样。然后那个金瓜也很香，它是甜的，但是它不会甜到让你觉得很腻，而且它整个芋泥不像现在我们吃到芋泥一样滑到让你很怀疑它，这个是很有质感的，就是真材实料的，是吧？所以Chef Jeremy还原了这个古早味的潮州芋泥之后，有没有开始对芋泥改观呢？不止芋泥，就是煮法方面，还有对煮的那份热情也增加了。因为去看了不同的店家，看到师傅们怎么样去做这道菜，发现就是很多传统的潮州餐馆都没什么现代化的机器，就是靠人工、靠手力。就是白果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如果你问我，我真的会去超市买罐头的还是包装的，不会一颗一颗去掉那个心，真的是考耐力、考功夫。是，所以其实做了这么多集的古早味侦探，我就觉得说，我们现代人是不是生活的脚步太快了？对。但是我们的先辈们他们就不一样，我觉得他们比较懂得生活，因为他们花时间啊去煮一道菜，然后这段时间里面，他们可以慢慢的去体会所有的事物的过程。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份人情味。对，可以吃到他们真的是用心用手血汗去做出来的。当然，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所有的师傅们、店家们跟我们的无私的分享你们的种种回忆、故事，还有你们的烹饪的一些秘诀、商业秘密，都跟我们公开了，非常感谢你们。当然，也希望我们的古早味可以得到延续。大家不要放弃，也不要怕累，然后希望老店家们可以找到传人，可以把这个古早味传承下来，然后让我们的下一代可以尝一尝我们先辈们吃的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味道。谢谢大家，谢谢Chef Jeremy，谢谢。谢谢。